剑神，剑神哥哥，你等我，你不可以娶南希。南希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纳这个男人成为你的丈夫，和他缔结婚约？不管疾病还是健康，或其他理由，都永远爱着你。我愿意。陆剑生先生，你是否……什么？剑神，你要去哪儿？青莲出事了。可是今天是我们结婚，爷爷他们……结婚？南希，我告诉你，如果青莲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觉得我还会和你结这个婚吗？陆剑师，你就非得对我这么绝情吗？连结婚这种事都不肯给我一个圆满。宝宝，等爸爸回来，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，他一定会高兴坏的。老公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别这样叫我，这是离婚协议，签了吧。离婚？怎么这么突然？剑山，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好的话，我可以改的。我还怀了你。行了，青莲回来了。爷爷不会同意的。是爷爷不同意，还是你不同意？我们当初可说好了，3年时间一到，我们互不往来，各奔东西。3年前要不是你，青莲不会双腿残疾，这一辈子都站不起来。剑山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逼爷爷让你娶我。方青莲发生车祸，你扪心自问，真的跟我有关系吗？是，3年之约，我是答应了，可是。南希，做人别这么下贱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剑神，你回来没有？我还等你带我去吃烛光晚餐呢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剑神，陆剑神，你真的好无情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也换不回你的真心。宝宝，不要怕，以后妈妈会保护好你的。孩子没什么事儿，不过你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不能再磕着碰着了。南希姐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剑神，爷爷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？你配吗？剑神哥哥，要不你还是陪姐姐一起回去吧，我一个人没关系的。他是什么人，也配让我丢下你？剑神，滚！陆剑神，我们终究走到了这里。剑神哥哥，我刚刚看南希姐脸色很不好看，要不你还是过去看看她吧。但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啊。我一个人没关系的，如果南希姐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会内疚的。你啊，就太善良了。那我回去看看，很快就回来。南希，你等着瞧，陆剑神迟早是我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知道我的好儿子竟然都要离婚了？妈，你听我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陆剑深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和西西怎么闹，爷爷的80大寿马上到了，
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找晦气！离婚的事情，我会等爷爷的生日过完再提的。你还敢提？方青莲那个贱人是不是回来了？告诉你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方青莲那个贱人就别想进我陆家的门。是你把方青莲的事情告诉我妈的，不错啊，南希，真是好手段。我没有。还想狡辩？不想离婚就直说，大不了多给你点补偿，没必要在这跟我耍心眼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人了。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？那你倒是要我怎么想你？南希，南希，南希！医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我会尽力的，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保住的几率不大。还有，外面的那个人，不要告诉他我怀孕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会保护患者的隐私的。准备手术。陆剑山，你带他来做什么？南希姐，你别怪剑生哥哥，是我听说你住院了，所以才想来看你的。现在看到了，满意了，可以滚了。南希，你说话客气点。剑生哥哥，我怎么了？是不是穿少了？我去给你拿外套。其实我没什么的，就是剑生哥哥太紧张了。你是想在我面前炫耀？炫耀？我能在你面前炫耀什么？南希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嫉妒你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你能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你妈妈曾经救了陆爷爷一命，你仗着这点恩情想嫁进陆家；要不是陆爷爷一心想要报恩，你以为你能嫁给剑生哥哥吗？什么3年之约，不过是为了安抚你，为了保证我的安全，也是为了3年之后方便摆脱你。你胡说！南希啊，愿意嫁给剑深，做我们陆家的媳妇吗？可是，剑生他会愿意吗？傻孩子，剑深肯定愿意的。3年，如果3年时间我没有爱上你，这桩婚事就到此为止。你们结婚那天，我急着去参加你们的婚宴，所以才出了车祸。拜你所赐，我这辈子都别想站起来了。当年的那场车祸，到底是因为我，还是你自导自演？你心知肚明。不，南希，你别胡说，你闭嘴！青莲，南希，你对青莲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不觉得你问题太荒谬了吗？剑生哥哥，你别怪南希姐，是我自己太没用。南希，我警告你，你敢动他一根指头，我跟你没完。陆剑深，3年婚姻，原来在你眼里都是逼不得已吗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剑深，你终于来了。哎呀，刘总，真是欢迎欢迎啊！老爷子啊，生日快乐啊！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恭祝老爷子生日快乐啊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来来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爷爷，生日快乐！爷爷，生日快乐，寿比南山。嘿嘿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南希不是怀孕了？怀孕？这是个好事儿啊！对呀。哎呀，我等抱孙子已经等得太久了，好事好事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！装模作样，她怎么可能怀孕？怎么说话的你，还不快去看看？快去啊！
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放开我！你能捅我了？想假装怀孕，继续做你的陆少夫人吧！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万一我要是真的怀了呢？不可能，那一定不是我的。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？少爷，少夫人，这是夫人让我给您送的燕窝。不吃，端下去。可是夫人说……麻烦。怎么这么热？剑神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下药啊！我没有。怪不得假装怀孕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好，我今天就满足你。陆剑神，你放开我！陆剑神，不能这么对我！装什么装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陆剑神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陆剑神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我去。那碗燕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陆剑神不会有事吧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喂，南希姐。方青莲，陆剑神是不是在里面？讨厌，剑神哥哥，你快别闹了，是南希姐的电话，你轻点儿，剑神哥哥。讨厌，剑神哥哥，你快别闹了，是南希姐的电话，你轻点儿，剑神哥哥。不好意思，少夫人，老板他现在正在开会，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转告。没事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他昨天没事吧？放心吧，少夫人，老板已经没事了。好。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你打破所有的原则，愿意无条件的等着你做他的新娘，除了嫁给他，我想不到更美丽、更永恒的承诺。亲爱的陆先生，我爱你。剑神哥哥，一会儿陪我去买戒指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剑神哥哥，珠宝店就在前面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。听说那家戒指还不错。你想要啊？剑神，什么事？没事少来烦我。陆剑神，我以为只要我爱你，对你足够好，你就能忘记方青莲。原来都是我自作多情，我在李眼里只是避之不及的麻烦。南希小姐，您再看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就请来自。1000万现金，2套别墅，豪车6辆。陆剑神，你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！如果你嫌少，我还可以再给你1000万和2套房。如果我要1个亿呢？只要你愿意签字，也不是不可以。3年的夫妻，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一个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的女人吗？我劝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给你就是了。夫人，陆总说离婚协议书你撕多少份他就打印多少份。你看，告诉他，他的钱我1分都不稀罕。
陆总，夫人已经签过字了。不过，夫人她说什么？夫人她说你的钱她一分都不要。虚伪。我先去忙了。剑深，你刚刚说签什么？离婚协议。他签字了，太好了，剑深，以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等我一下，接个电话。1个亿，不过就是穷酸丫头，竟敢狮子大开口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又是离婚协议，怎么还要我当着你的面再签一次不成？离婚没问题，但是财产分割有问题，所以我找律师特意修改了一份。100万，方青莲，这是陆剑深的意思，还是你的意思？这不重要，就凭你那个穷鬼妈妈和赌鬼爸爸，当初你嫁进陆家的时候，嫁妆没分你1分吧？凭什么现在要分走这么多？谁说的？我没嫁妆。这是陆家祖传的镯子，何止，这是陆家媳妇的象征。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你不是说我没嫁妆吗？这就是我的嫁妆。怎么可能？陆爷爷说了，这是陆家的传家宝，少说也值个1000万吧。我给你1000万，不，3000万，你把它卖给我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南希，你站住！南希，南希，你给我站住！南希！方青莲，方青莲，方青莲，你没事吧？方青莲，把这给我，这是属于我的。方青莲，方青莲，方青莲！青莲，怎么电话也不接？剑深，青莲的手机怎么在你这里？你把她怎么样了？他出车祸了，现在正在里面抢救。他人呢？在里面收拾司机。南希，就因为离婚的事情，你恨到他去死是不是？他已经被你害得断了一条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是我害他，是他自己主动约我的，是他自己非要追我的。如果今天发生车祸的人是我，不是他，你也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吗？如果今天发生车祸的人是我，不是他，你也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吗？陆剑深，做人可以偏心，但不是这么偏。谁是病人家属啊？我是他未婚夫，他人怎么样了？他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，住院观察几天，好好休养一下就可以了。南希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我重新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，钱我1分不会要。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。南希，又要耍什么花样？陆剑深，看在夫妻上的份上，我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？说。我戒指的尺码是多少？不是10号吗？你手上那枚戒指戴着小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剑深按照我的尺寸给我定制的，不过就是我不要的垃圾而已。这戒指还给你。钱你不要，戒指也要还给我。你这么有骨气，当初怎么死皮赖脸让我爷爷逼我娶你？陆剑深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解释下去了。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
离婚协议？混账！我告诉你，陆建生，当年要不是南希她妈妈，我们陆家能有今天吗？就因为他妈妈救了你，我就活该娶一个我根本不爱的女人。少说几句！怎么养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孽子啊！爷爷，南希，爷爷，你别怪他。南希，南希，你醒了。爷爷，他们先回去了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只是头有点晕。还是去医院一趟吧。不用了，过2天就好了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离婚的事还是趁早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你就当我良心发现吧，想成全你跟方清林这对苦命鸳鸯。南希，我累了。不要跟我离婚，再给我次机会吧。你放心，就算离婚了，你妈妈对我们陆家的恩情，我永远都记得。做不成夫妻，你还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女，以后吃的穿的，我们陆家都会负责到底。陆建生，3年夫妻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再说吧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医生，我爷爷他怎么样了？患者本身就是肝癌晚期，现在又受到很强烈的刺激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肝癌晚期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脸问？你知不知道，我1个月以前就接到了病危通知书。你爷爷怕你们担心，所以才瞒着你们。你们2个倒好，竟然还闹着离婚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早点告诉你，就会珍惜南希了吗？就不会和方清莲那个贱人搞在一起了吗？都怪我。建生，你来干什么？建生，我听说爷爷生病了，所以想来看看他。你怎么知道爷爷在这家医院？南希，你别误会，不是建生哥哥告诉我的，是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在这家医院。我不管你怎么知道的，方清莲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立刻马上推着你的轮椅给我滚出去！南希，你别赶我走，我求你，爷爷病重，我想来送他最后一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最后一程？谁告诉你是最后一程的？方清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滚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医生，我爷爷他怎么样了？进去送他最后一程吧。爷爷，爷爷，建生，爷爷，听我说，当时说先生答应要娶你，所以才和建生结婚。爷爷骗了你，爷爷害了你，害了你们呐！爷爷，你别这么说，是我不懂事，都怪我。妈妈去世以后，我收养了你，你想更好的照顾，没想到让你受这么大的伤害，对不起，南希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南希的。爷爷，爷爷。
剑师，爷爷也不希望你这样。你快起来，我们回家。我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是我把爷爷害死，要不是我坚持要离婚，就不会惹怒爷爷，他就不会离开我们。爷爷那么爱你，他不会怪你的，他只是太想念奶奶了。你怎么了？先生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快去开车！是。南希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千万不能有事。爷爷，如果你在天有灵，请保佑你尚未出世的曾孙吧。少烦我！剑圣，你怎么了？吓到我了。青莲啊，抱歉。剑圣，关于爷爷的事儿，医生，我老婆没事吧？你竟然叫他老婆了！南希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把剑神绑在你身边吗？想都别想！剑圣，你永远都不知道，在爷爷还没收养我之前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。你醒了，医生说你是因为伤心过度引起的间断性疼痛，没什么大事。看来陆医生果然信守承诺，没有将我怀孕的事告诉任何人。你担心我？南希，我并非那么绝情的人，毕竟你是我3年的妻子，当年的事情算是我误会你了。所以呢，一句误会就可以弥补？我会补偿你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还是我的妻子，陆家的夫人。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离婚的事情，你不如再考虑一下。当然，如果你坚持要离的话，我会遵守承诺，放你离开。你又不想离婚了，是因为爷爷的事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不会再和你分开了，可以吗，南希？那看你表现了。我会用行动来证明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离婚了。好久没联系了，都不知道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南希啊，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念初，你知道的，我高中时就喜欢他了。半年，再等半年，如果他还是对我没有半点感情的话，我一定会离开他的。好啊，这都能被我抓个现行。念初，你先别激动，他之前就跟我说过，他要去跟方青莲解释清楚的。你先等他们把好事儿办。这你都能忍？他说过他会好好跟我过日子的，我想相信他。你信得过陆剑神？我可信不方青莲。剑神哥哥，今晚去我那儿好不好？我新学了一道菜。方青莲，我们分手吧，我不能再对不起南希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剑神哥哥，你对南希只有责任，根本没有爱情，勉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不管如何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我不要，剑神哥哥，南希根本配不上你。剑神，哟，这不是方大小姐吗？真是巧啊！南希，你怎么来了？念初约我在这里见面，还真是巧啊！剑神哥哥前脚才约了我，你后脚就约了朋友在这儿。你是想说我跟踪你们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南希姐，你可别误会我呀。方青莲，你挑拨离间的手段也太低级了，你不会以为陆剑生会上当吧？不要忘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剑神，剑神哥哥，啊，我的腿，剑神，我的腿被烫到了。剑神哥哥，你来看看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担心他，要不你还是过去看看吧。不用了。剑神，我知道你还放不下他，你还有考虑的机会，我不想强迫你。我给你5分钟，5分钟后你说我跟上来，我们依然是合法夫妻。如果你不跟上来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。不用考虑了。
我早已下定决心。剑神，我还能再信你一次吗？喂，南希，出来见一面吗？我觉得我们没有见面的必要。不想见我没关系，你不见我，我就每天给你寄一张杜健身的照片。方青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只要你不怕健身哥哥看到这些照片以后想起我们那些甜蜜的过往，你别来就是了。方青莲，喂，方青莲！你来了，说吧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方青莲，你要干什么？在你来之前，我已经给健身哥哥打过电话了，大概再过2分钟他就能到这儿。你也搁一下，咱们俩这赌，健身进来之后，到底会第一时间注意到谁，会担心谁？你这个疯子！你错，我就是疯子。为了得到健身，我还可以更疯。幼稚！怎么？你怕了？我爱陆健身，但我永远不会以自残的方式来博取他的同情。同情跟爱还是有区别的。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连同情都没有，又怎么会有爱呢？他来了，我说过你会输，等着吧。健身，这边。怎么弄的？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没事儿。陆健身，是不是只要有方青莲的存在，你就永远看不见我？一点小伤而已。南希，健身，我好晕。喂，我的好女儿，你终于接爸爸电话了，赶紧的，快给我送点钱过来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没钱。你是没有，但是我那好女婿有呀，我要个几十百把万，怎么了？几十百把万，这些年陆家给你的钱，购买多少豪宅了？都是你死性不改，全拿去赌光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只要你赌博输的钱，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哎呀，这次呀，你是真误会我了。我哪有赌啊？我这是病了，重病，得借钱看医生。你就骗鬼去吧你！我突然心脏痛，南希，医生，医生，喂，喂，喂，这次不会是真的吧？万一是真的呢？大度，这人什么时间能到啊？哟。来了，看看啊，这就是我女儿。你没病？管我病没病啊？钱呢？钱带了没有？我说过，你别想从我手里拿走1分钱。这可由不得你喽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南希啊，这真不能不要他们呀，要砍断我的手，我也没办法。来，走，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健身哥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说什么傻话？以后别再做傻事了。医生可说了，伤口再深一点，这只手就算废了。一只手算什么？要是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青莲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健身哥哥，我只想要你。你不愿意和南希离婚也没关系，只要你一直陪着我，不要不理我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
剑生，你不想对不起他，难道你就真的选择要对不起我吗？剑生，你不想对不起他，难道你就真的选择要对不起我吗？别乱了！你老公连你电话都不接，该不会是外边有别的女人了吧？剑臭！还敢跑！我今天不弄死你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多管闲事儿，赶紧时间点，赶紧滚！真是，今天管定了！找死！小心！南希，南希，你撑住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出伤后取药吧。你好，我去下药。文东先生，还药。剑生哥哥，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你没事就好。医生，医生，他受伤了！快快快！怎么会这样？南希，南希，是不是你把南希害成这样？你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她丈夫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剑生，南希姐怎么了？是她丈夫，她在街上被小混混纠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用她手机给你打电话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你算什么丈夫？这是我和南希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我就怕一见钟情，她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要追求她。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她是我老婆，你敢？病现在失血过多，你们谁是 H2 信息？我是。赶紧跟我进来。你们不问橘子事？哟，这不是陆先生吗？怎么不赔你那个小残废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滚！你先出去吧。好。你为什么不肯来见我？我们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了。我承诺过你，不会和你离婚。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是我不满足了。你扪心自问，要不是爷爷突然去世，我们早就离婚了。我累了，放过我吧。在我没有放手之前，你没有资格说累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方青莲的事情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陆前生，你真的要这么折磨我吗？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啊！快点！陆总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！我们没有真的想伤害陆夫人，我们只是想吓唬吓唬她。没错，陆总，都是这个杜国坤安排的。胡说八道！分明是你们想绑架我女儿，敲诈勒索，怎么都能推到我身上了？你岳父欠了我们180万，3个月了，硬是赖着1分钱都没还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！对呀，陆总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，陆总。够了，180万是吧？是，陆总。这180万我出了，不过前提是我不要再看见那个人，你们懂吗？杜国坤，今天这笔钱我给你填了，不过再有下次，就算剁了你4肢，我都不会管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陆总，真的要给这帮人钱？伤了我陆家的人还想要钱？等他们打完了，你就报警，说有人蓄意谋杀。
好的，陆总。继续打啊！菜菜来。南希，谢楠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下班呀？走，车在外面。你要去哪里？这跟你没关系了。跟我回家。回家？陆姐是，那是我家。放开我！听到吗？他让你放开！我警告你，少来骚扰我的妻子。谢楠。陆杰生，你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陆杰生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陆杰生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停车！我让你停车！我告诉你，南希，一天没离婚，你都是我陆家的人，少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。我跟周宪南勾勾搭搭又怎样？要不是他救了我，你还能见得到我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陆先生，停车！你又在放什么风？停车！疯子！南希，别刺激我，别用别的男人来刺激我，我受不了。对不起，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真是，你真的好自私。你先好好休息，伤害你那些人已经被送进警察局了。至于你爸爸，应该会安分不少。谢谢你。我们是夫妻，不用这么见外。我去洗漱一下。你还是去见他了，是吗？解释。南希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看一下。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害怕。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没事，喝点牛奶，早点休息。我会陪着你的。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一直陪着你。喂，陆总，你还是来医院看看方小姐吧。你们接她电话，她现在在院子里淋雨，她手上的伤已经恶化得更严重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陆先生，你骗我！青莲，回去吧。剑生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你还是放不下我，还是舍不得我，对不对？我们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，算起来整整10年了。10年？你难道不知道，我最讨厌别人用生命来威胁我？剑生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。回去吧。不行，剑生，求求你，千万留下来。这是最后一次，
啥事？我报警了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王强，怎么每次遇见你都这么倒霉啊？你也是，每次遇到你，你都在见义勇为。没办法，这样我不高兴。伤口还没好吗？没事。还说没事，都发烧了。走，送你去医院。醒了，既然怀孕了，自己就多做一点。瞧把你老公吓的。我老公？对呀，你老公知道你怀孕那个傻样，笑死我了。陆金山知道我怀孕了，他会要这个孩子吗？喏，瞧把你老公乐的。老公？老婆？还好，还好。走，今天天气好，我带你去后院散散心。今天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的是很喜欢跟人道谢啊。不过算了，我原谅你了。剑圣哥哥，谢谢你陪我出来。没事。南希，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好像看见南希了，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帅哥。南希，剑圣哥哥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南希。可是我……青莲，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不是开玩笑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做过头。剑神，南希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早点休息。南希，我说对你一见钟情，真不是玩笑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哪儿？应该不用向你报备吧？南希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结婚了？你是我陆剑深的女人。那你呢？天天跑去医院见一个对你念念不忘的女人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去哪儿？去找那个男人是不是？不准去！陆剑深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去见你的初恋女友卿卿我，我就不行了吗？再说一遍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陆剑深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放开我！你就只会欺负我。七七，你说对了，我只欺负你，你只能属于我。怎么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伤没好就别到处瞎跑。来，让我看看。陆剑深，有时候我真的恨透了你突如其来的温柔，它会给我一种错觉，仿佛我在被你爱着。可是，是方青莲吧？你亲我。南希，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去陪你的方青莲好。南希，青莲她父母早已经去世，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。所以你就不能扔下她不管是吗？南希，别这样。如果不许你接她电话，她是我的责任，你乖乖的，我很快就回。陆剑深，我已经不再相信你的承诺了。睡醒了，吃完早餐我送你。不用了，就成了。
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面试，怎么？这要跟你报备？面试？如果你工作上需要我帮忙，不需要了。我累了，我先休息。南希。 哎，总裁，少夫人在这儿买衣服，一定是给你买的吧？这牌子不错，少夫人很有眼光啊。就你多嘴。等一下把卡给他，要买什么尽管买。好的，总裁。你不是要给陆健生买吧？不错啊，现在知道会心疼老公了。谁说我不知道？夫人。 夫人，这是陆总让我送过来的。陆总说你想买什么尽管买，这张卡是不限额的。不需要。可是，咦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南希每一笔钱都花得干干净净，到时候陆总可别肉疼。孟初，你们是合法夫妻，你花他的钱天经地义，现在不花，难道等着方青莲那个贱人花吗？可是，哎呀，走了，站住！ 说让你们走，你就是南希，就是你害得青莲双腿残疾，跳不成舞的。我害他，方青莲，我怎么害你？你还想狡辩？都是因为你。小柔她心直口快，其实没有恶意的。如果她有什么冒犯的地方，我替她向你们赔礼道歉。方小姐面子可真大，还能替别人道歉，但很可惜，我不接受。 南希，小柔毕竟是健身的妹妹，真是好笑。我怎么不知道陆健生还有个妹妹啊？虽然我们不是亲生的兄妹，但也是有血缘关系的。倒是你，现在就是一条丧门之犬，什么也不是。你以为你还能咬人呀？你说对了，我当然不能咬人。狗嘛，不懂事很正常。它咬我一口，难道我要咬回去？你，南希。 大庭广众之下，你难道想让你这位明星朋友被狗仔拍到吗？站住！方青莲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南希，你就不好奇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？我今天啊是来挑戒指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吗？我挑的可是结婚戒指，你确定不留下来听一听？ 方小姐真是有趣，你的结婚戒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种东西，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前面就有一家，我们去看看。小姐，麻烦把你们这里面的最高戒指给我试试。就要这款吧，刷卡吧。 这款我要了。这位小姐，她已经先看中了。这个戒指多少钱？我出双倍的价格。这个不合规矩吧？既然你想要，就给你吧。我只是好奇，这款戒指的售价800万，我呢可以刷陆健生给我的卡。毕竟我们是夫妻嘛，你用什么买？南希，你少在这儿得意洋洋。我有什么买不起的？ 刷卡，这张卡里余额只有500万，再加上这张信用卡呢，不够的话这儿还有。你就慢慢凑吧，说不定你所有的余额加起来还真付得清这800，我就不奉陪啦。走吧。抱歉，小姐，你这个卡里的余额不太够。青莲姐，要不咱还是别买了吧？少废话，我是差钱的人吗？你赶紧去给我凑钱，凭什么他买得起，我买不起？好好好，青莲姐，你别激动，我这就给你借钱去。去。南希，我今天丢了你也别想好过。你那儿还有钱？真爽！我忍了好久了，你看到他那脸色没？真是笑死我了！今天真是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。陆健生，
到底想干什么？哎，这不是那大明星念初吗？念初。被认出来了，走，南希，赶紧走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谢谢你。举手之劳，倒是你现在怀着身孕，小心点。放心，我南希，我要接你回家。我的女人不需要别的男人喂她。陆剑师，你放开我！不让我吻你，还是不让我在这个男人面前吻你？陆剑师，没有人喜欢这样被强迫，没有丝毫的感情。我很快让你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感情。陆剑师，你放开我！陆剑师，你放开我！冯金莲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电话也不接，这人不在家呢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下午你找陆总借了300万，说周转一下，这都1个小时过去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人也不见，把我当傻子吗？那笔钱我会很快还给你的，不就是300万吗？我后天啊不，明天我就还给你。300万，我现在就要。不还的话，长得不错啊。这样吧，你陪我睡一晚上，我也不嫌弃，这笔账就一笔勾销。你放手！臭小子，玩什么清高？我今天给你办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放开我！别碰我！滚开！好的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再过来，我就捅死我自己。你不是想要钱吗？如果我死了，你不仅拿不到钱，还会被人当成杀人凶手。你自己选吧。算你狠！明天要是拿不出那300万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。喂，剑圣哥哥，青莲，你快来救救我！我好害怕，好难受。喂，出什么事了？方青莲出事了，你跟我出去一趟吧。他出事，关我什么事？南希，我知道你不希望我和他再有联系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丢下他不管，我不想再骗你了，所以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如果我说我不想去，也不想你去呢？南希，算了，我不想听答案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谢谢你，南希，谢谢你的宽容和理解。陆剑神，我答应，不是因为宽容，是因为太爱，太怕失去。青莲，没事吧？青莲，剑神，我好痛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打120！好，我马上打220。没事，青莲，会没事的。剑神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对不起，又让你担心了。说什么傻话！120马上就到了，剑神。从始至终，你和他
才更像真正的夫妻。我不过是一个旁观者。医生说伤口不深，应该没什么事，好好休息。我明天再陪你去报警。剑圣哥哥，你别走，留下来陪陪我吧。不好意思，求求方小姐，陆剑山是我老公，夜深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还请方小姐自己好好休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，剑神，是我奢求了，我不该勉强你。你在干什么？南希姐说的没错，既然你已经有老婆，要回家陪老婆了，我的事儿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我是死是活都和你无关。剑神无脑！剑神，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害怕。那个男人长得又老又丑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又脏又瘸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别怕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。今天的事，我一定会为你。对不起，剑神哥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一直这样，南希姐姐也不会一直针对我。南希？南希？这事跟南希有什么关系？方青莲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剑神哥哥，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让你们夫妻不和。方青莲，让他说，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今天下午和柔柔逛街的时候，看见南希和她朋友，他们诱导我买了一个500万的戒指，可是我没钱，就向高利贷借了300万。如果没有戒指的陷阱，我就不会借钱了，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差点被强暴。他说都是真的，你和林念初设的局。你都已经相信他说的话了，我说什么还有意义吗？如果我想听你说呢？陆剑山，我累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。陆总，这是方小姐生日宴的流程，你要不要先看看？南希看过了吗？夫人她说没有任何意见。她真这么说？是的，总裁。整整1个星期都不回家，也不联系我，连我要给方青莲办生日宴这种事情都不在乎。南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陆总，您亲自替方小姐大办生日宴，夫人心里不会不好受吧？我看她是巴不得给她一份请柬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她是真不在乎，还是假不在乎。好的。原来陆剑山并不是不懂浪漫，他只是把这种风情和浪漫都弄给了另一个女人，真是讽刺。这样一个男人，竟然是我的丈夫。干一杯。南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请柬，我当然可以来。怎么，你连自己的生日会邀请了谁都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毕竟这是剑神哥哥特意为我布置的。方青莲，你该不会以为陆剑山给你布置了个生日宴，就代表他会跟我离婚吧？还是说你觉得让别人的老公给你举办生日宴是件很光荣的事情？在场的所有人，谁不是在心里笑话你一声？小三儿啊！小金，谢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。
周氏集团新上任的 CEO 周宪南。不过，我更喜欢你叫我宪南。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知这位美丽的南希小姐是否愿意和我跳第一支舞？当然。剑神，舞会已经开始了，可以陪我跳一支舞吗？我觉得不太合适，还是邀请别人吧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坐着轮椅，不能站起来，不能跳舞？还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了？青莲，你非得要我说的这么清楚吗？这是我为你办的第一个生日会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所以，你给我办这次生日宴，不是为了帮我庆祝，是彻底的告别。所以，你不要我了，你要南希。剑神，事到如今，你有没有问过南希，她还要不要你？什么意思？南希姐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了，不过很可惜，是别的男人陪她一起来的。凭什么到最后是南希坐享其成？凭什么我成了第三者？我不会认输的。你这是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拿着我的卡替别的男人买衣服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虽然我也很想让南希送我一件衣服，不过很可惜，我身上这一套还真是我自己买的。陆总，你作为一个男人所作所为也太 low 了一点吧？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你，陆剑深，你放开我！陆剑深，你放开我！陆剑深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发疯的时候，能不能看看场合？不能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忍受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这么亲密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已经结婚了？如果你那么想跟方青莲在一起的话，离婚就是了。我不允许你再说这种话。我说过，自从我答应和你好好在一起那一刻，就没想过再离婚，以后也不许再提这两个字。我曾经对你也有过期待，但是现在我累了。陆剑深，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我不会答应的。南希，你和剑深回来一趟。今天晚上的事情都闹上八卦新闻了，你们两个该不会不知道吧？妈，出轨、劈腿、包养情妇，陆剑深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和方青莲彻底说开了。方青莲，又是方青莲，这个搅屎精！西西，你跟我来一趟。自己看看。这个贱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安分的东西，也就健身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愿意相信他。这些照片，你收好，关键时刻可以用它要挟你的结婚。妈，西西，女人啊，就应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。不让我说。西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我特意找人收集来的证据。妈，
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不想以种种可悲的方式来束缚我和剑圣的婚姻。你这傻孩子！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陆总，陆总，方小姐出事了。他人呢？还在医院。走，去医院。青莲姐，你别冲动，你先把刀放下，你先把刀放下，好不好？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捅死我自己。好，青莲姐，你先把刀放下，剑圣哥一定会抱你的，他不会扔下你不管的。剑圣现在心里只有南希，他早就把我抛到九霄云外了。青莲，你先把刀放下，我保证这事我一定帮你解决，一定不会有损你的名节。剑圣，你也相信了那些照片，对不对？你也觉得我是一个花心、随便勾引男人的坏女人，对不对？青莲，你先冷静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先把刀放下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你还在乎我，对不对？剑圣，你还会要我吗？照片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帮你查清楚。但是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为什么你宁肯要他也不要我？那种恶毒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。照片的事一定是他发出去的，是他要害我，剑神。剑神，你相信我。方青莲的照片是你找人散播的吧？什么照片？别装傻了，南希，你做人非得这么恶毒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今天差点跳楼了。陆剑神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值得你用恶毒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？你以前耍小性子，无伤大雅就算了，今天这个事情太让我失望了。是我恶毒，而热搜别往她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。陆剑神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们离婚总行了吧？说来说去，不就想和我离婚吗？怎么，找到新的男人了，想摆脱我？先完事了，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离开房门半步。剑圣哥不好了，青莲姐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马上到。太可笑了，这点拙劣的手段就可以让他这样惊慌失措。是我说了，宝宝，对不起，妈妈一直承诺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。宝宝，妈妈太累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妈妈一个人也会照顾好的。南希，剑圣，救我！南希，我觉得这样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玩。我没有骗你，是真的。求你，快救救！房门都是锁好的，还有人看着，
出去。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救青莲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面前，你懂吗？剑神，我你的孩子。假装怀孕这种事情，就不要再用2次了。南希，南希，让我说的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南希，你撑住。南希怎么样了？每一次你都姗姗来迟，到底还是不是他老公？你知不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？孩子，南希怀了我们的孩子，你根本配不上她。南希，你醒了，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南希，没事的，孩子我们还可以再要吧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滚！你还我孩子的命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南希，滚！都是我的错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你滚！你给我滚！你滚！你没看见他根本不想见到你，请你不要再伤害他了。现在，马上滚出去！我等会儿再来看你。孩子。滚出去！这么生气干嘛呀？我可是听说你刚刚出了车祸，正在休息，可不宜大动肝火呀。我再说一次，滚！滚出去！你流产大出血，太激动的话可不行哦。你是不是很惊讶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可多了，比如。我知道那些照片根本不是你发出去的，是你。那些照片撕碎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能丢进垃圾桶就不管了呢？是你买通了陆家的佣人，自己把照片发出去的。没错，只要我够柔弱、够可怜，剑身就永远都不会抛弃我。一点名声损失算什么？只要能得到剑身，我放弃什么都无所谓。你还真够狠的。只要值得就行。你出了车祸，可是他选择的人是我，他宁愿让你死也要救我。在他心里，咱俩谁更重要？一目了然吧？滚！马上给我滚！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。好，我走，南希，你冷静点。剑神救我！南希要杀我！怎么回事？医生，医生！方青莲，别装了，这一刀根本没捅进去，死不了。西，怎么心疼了？那还不赶紧带他去医治？要是晚了，他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你的手没受伤吧？我受没受伤，关你什么事？你要是看一眼你的心肝宝贝。方青莲的伤是我弄的，怎么？你有打算把我关进监狱吗？南希，你冷静点，我从来没有想要你怎样，你是我老婆。少在我面前假惺惺的，我觉得恶心。马上带着你的方青莲滚，少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不是我死，就是他亡。
南希，冷静点，我现在就走，你好好休息。妈，我好想你。如果你还在，你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陆总，这是带他去包扎一下。不要，先生，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好怕。方青莲，你别装了，你的伤根本不算什么。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难道真的不在乎我了吗？可是你明明不顾南希的死活也要保护我。这正是我犯的最大错误。南希才是我的妻子，她才是我要放在第一位的人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不是这样的，先生，你一定在骗我。带他离开。是。先生，你别走。南希，都是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剑身还是我的，他只会宠我一个人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出现而改变。南希，你真该死。这人呢？我也不清楚，进来的时候他就不在了。总裁，我让人查了监控，夫人独自一个人离开了医院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找，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是。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南希，你怎么了，南希？啊，南希，南希，南希！南希，我进组拍戏了，酒店你可以继续住着，好好保重。对了，陆剑深找你找得快发疯了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南希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出院了？身体好点没有？跟我回家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不用了，签了吧。你在怪我？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个错误，我只是在改正这个错误。不是这样的，南希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包括方青莲。够了，你们好聚好散吧。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陆家的少夫人。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陆家的少夫人。陆剑深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陆剑深，你放开我！陆剑深，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陆剑深，你要干什么？陆剑深，你放我出去！对不起，南希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相信我，我会尽量弥补你的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，你放我出去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我出去！方小姐，多注意休息。剑深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，以后不会再见你了。为什么？剑深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不该缠着你。你知道就好。我今天让助理给你订了下午去纽约的票，到了纽约后会有医生给你做手术，你可以重新站起来，以后互不相见。我不走，我不要出国，我宁可坐一辈子轮椅也不要离开你。为什么要这么绝情？
难道真的不再爱我了吗？我们之间早已成为过去。先生，报了，陆总，少芬出事了。什么？陆总，我进去给夫人送饭，但是她根本没在卧室里，房门一直是锁着的，窗户也关得好好的，会不会是出什么事？南希，怎么坐在地上？冷不冷？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？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我已经让林助理把方清莲送出国了，她以后再也不会打扰到我们了。他走了，然后呢？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就能换回我的孩子吗？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。没有以后了，陆建深，要么离婚，要么让我死。我是不会离婚的，对不起，南希。对不起，宝宝，是妈妈害得你不能来到这个世界。对不起，南希，还有我未出世的孩子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先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你什么时候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？先喝杯牛奶。放我出去！来，先吃点东西。跟我说，放我出去！我要离婚，我要离开你！南希，放开我！我要离婚！我要离婚！南希，南希，怎么了？南希，南希。只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急性肠胃炎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，放心吧。只要好休息几天就会康复的。谢谢你，石川。咱俩都认识多少年了，能跟我客气什么呢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国外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新婚快乐。恭喜什么呀？他都跟我离婚了。啊？不会是因为方清莲吧？咱们出去聊。既然这桩婚事不是你愿意的，那兰心又提出了离婚，如此一来不就很不义吗？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方清莲在一起。我没想和方清莲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你已经不爱他了，你爱上了其他人。好好珍惜吧，不要总是像我一样等到失去才知道珍惜。我爱上了其他人，我已经爱上了南希。对，我爱的人是南希。
南希，南希，南希。陆先生，小慧，我的孩子。对不起，南希，我应该早点发现。只可惜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我害了你，也害了我们的孩子。南希，我答应你，我们离婚，放你自由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会先搬去那叔家住一阵子，等稳定后再说。上次的面试有结果了？对，那家医院对我很满意，还是先从基层做起吧。记得1个星期以后去民政局办一下离婚手续。南希，我后悔了。喂，建设，今天下午2点，记录准时到哦。可是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会议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到公司等我，然后咱俩一起去。邵夫人，你先坐会儿，陆总开完会马上出来。我跟陆建生已经离婚了，你叫我南希就好了。好的，南希。西西，你知道我有多么舍不得，你一定想不到，我今天撒了一个多可笑的谎言，就是为了拖延去民政局的时间。西西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开完会了，时间好像有些晚了。还不到5点，还来得及。走吧。希望民政局已经下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去洗手间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爱了10年，守了7年，结婚了2年，到最后也没能抓住他的心，终于离婚了。
我应该高兴才对，为什么我这么难过呢？南希，南希，你没事吧？南希，南希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是不是不舒服呀？我没事，走吧。你哭了？你看错了，要是你，跟我去个地方吧。这么多年了，这里一点还是没有变。陆先生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？我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孩，喜欢他很久很久，只可惜他就以为我不喜欢他。你带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缅怀你真正喜欢的人。你和我离婚，难道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吗？陆先生，抱歉，是我情绪太激动了。你就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不想。你就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不想。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，甚至比你喜欢方清莲的时间还要长。只可惜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再说，干杯！恭喜南希离婚，我等这天很久了。陆剑是那个王八蛋，怎么配得上我们这么好的南希？没错。喂，南希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谁呀？我们都已经离婚了，少管我！陆剑生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走着瞧吧。南希离开了你，只会越来越好。我这就给南希介绍10个大帅哥。大帅哥，去找大帅哥，走。大帅哥，南希，怎么喝这么多？陆剑生，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放开南希！我告诉你，陆剑生，你来晚了，南希已经和你离婚了。对，离婚不代表不可以复婚。复婚？不是吧，陆剑生，你不会真的在打这个主意吧？喝。你放开我！我最讨厌你了，这个王八蛋！是，我是王八蛋，我的小祖宗。陆剑生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不要跟别人说。我喜欢了一个人，喜欢了10年。我对你的情史不感兴趣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吃醋快吃死了。我喜欢的那个人是我的丈夫，可他竟然什么都不懂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你说他傻不傻？你说你喜欢那个人是我，你喜欢了10年的那个人是我，对不对？南希，你不是骗我的吧？陆剑生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昨天晚上，天哪，我真是疯了！南希，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昨天晚上，
我喝多了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陆剑神，我们以后还是别见面了。你给我说清楚，睡完就不认账是吧？昨天晚上是谁缠着我不放，还说喜欢我？你听错了，喝醉酒的人说的话你也当真吗？陆剑神，你放开我！你疯了！你搞清楚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就这样对我一点感情没有吗？好，很好。既然如此，就如你所愿。谢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接你下班啊。我带你吃大餐去。可是我约了人了，他马上就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南希，以我们现在的交情，就不值得你为我爽一次约吗？真的不行，不好意思。南希，我在追求你啊，这种决心好不好？倩楠，你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朋友？南希，你还喜欢他是不是？陆剑神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次和我离婚就要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口口声声说喜欢的人是我，转头就勾搭别的男人，真不要脸！陆剑神，你非要这么羞辱我吗？南希，滚开！怎么，吃醋了？关你什么事？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。怎么就不关我的事了？没看出来我在追求他吗？你敢！他拒绝我，能看得出来，他也喜欢你。陆先生，你要是还学不会珍惜南希的话，他就真的是我的。接着，接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看上去好眼熟。我叫南希，是这里的实习医生。是南方的南，溪水的溪。啊，那个女孩我找到了，你去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她。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区院长就要来了。别客气，坐吧。奇怪，我怎么会觉得他跟陆剑山有点像呢？南希，你该不会是喜欢季院长吧？你说什么呢？那你盯着他看干什么？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像我的。我说过我们不可能的。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抱歉，不喜欢你。刚刚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不过是别人表白而已，这是证明我魅力跟价值的事情，为什么在新鲜？倒是你，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巧合，巧合而已。假装在医院跟我偶遇，是为了水一水都还把自己灌醉，你觉得这事情？季院长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救命！这人也太自恋了吧！
好一个欲擒故纵！我喂着你陪陆总吃好不好？看来陆总今天兴致不佳呀。没事，一会儿我再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，让陆总好好乐呵乐呵。哈哈哈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站住！小美女，我们这包厢可是有严格的制度的，不是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的。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只是不小心走错了。我们的包厢就在你们隔壁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欣赏我的课。这样吧，你喝了这杯酒，然后过去亲我客人一口，就当赔你道歉。你给我站住！陆总，南希，放开！恶心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不想让我碰你，让谁碰？周宪南吗？还是别的男人？这跟周宪南有什么关系？你吃醋了是不是？我发誓，我没碰那些女人一根手指头。你爱碰谁碰谁，我又管不着。那你为什么哭了？少管我！你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哭？为什么拒绝周宪南？不知道。和好吧，林夕。没进步。那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是我错，我应该早点发现，我早就已经爱上你了。你喜欢的不是方青莲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南希，我发誓，此时此刻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以后也只会有你。相信我，好不好？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你去工作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南希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我下午飞机去国外，你放心，很快回来的。好，我等你。南希，你和陆剑深和好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的了？我知道，可是他毕竟是我喜欢了10年的人，念初，我真的做不到忘记他。那方青莲呢？那个可是个定时炸弹，万一……他亲口说了，他喜欢的人是我。念初，我想重新开始，大不了再离一次婚，或者再分一次手。念初，谢谢你。剑深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到酒店了吧？戚院长，我不是说过，
这份文件要你亲自送过来。南希，欲擒故纵要适度。我不知道季院长到底误会了什么，但我发誓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今天送你上班那个男人？南希，你手段还真是高明啊！如果季院长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该下班了。耍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啊！林夕，怎么了？健身。怎么还哭呢？是不是想我了？乖，我很快就回来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开个门。健身。青莲，你来干什么？是啊，青莲，你没有见面。健身，你说让我相信你，可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害怕看到这一幕。健身，求求你，让我相信你一次。健身，健身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但是我真的很想你。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关系。我是你的初恋，这么多年的情分怎么会没有关系？我知道你想对南希负责，可是我呢？这和责任没有关系。南希才是我喜欢的人。你真的喜欢上南希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南希是害我们分开的凶手，你怎么可以喜欢上她？我说过，不许你污蔑她。你居然为了她凶我，健身，真的好残忍。我送你回去吧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我去拿外套。开始执行计划。这没什么好看的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，青莲。别呀，健身哥哥，我看前面还可以，我们去前面看看吧。你们想干嘛？不想干嘛，就想揍你！兄弟们，上！行了，兄弟们，人道是人命，走！健身，健身，健身，你没事吧？健身，我马上叫救护车，你挺住啊！青莲，把这个项链交给南希，告诉她我爱她，可是不能陪她到老了。我特意安排这场大戏，想让我跟你生死与共，没想到到了最后，你心里竟然只有南希。陆家生，我恨你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健身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青莲，我昏迷多久了3天了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？3天，18号了，不行，我该回去了。健身，医生说你伤得很重，你先别动。不行，我答应南希18号我要回去的。南希，又是南希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差点命都没了？那个南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那些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我没事的，健身哥哥，为了救你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这些都没什么。我的手机呢？我先给南希打个电话。
你怎么了，青莲？青莲，青莲，医生，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劳累过度。我之前听说他不眠不休，照顾了你整整3天3夜。除此之外，我刚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发现，他身上还有很多未痊愈的伤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我知道了。南希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想我女儿了，还能来干什么啊？对了，你给小礼物。不需要。南希，非要这么绝情吗？你每次来找我，除了要钱，还能干什么？再给我100万，我以后啊再也不会见你。别说100万，我1万块也没有。南希，我知道你没有，但陆建生有，100万而已，就他施舍我一点就行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那也不行，南希，我不管你现在和陆建生什么关系，总之明天之前必须给我筹到100万。做梦！你非要这么绝情是吧？那好，有些话呀，我一直没告诉你。你知道你妈长那么漂亮，为什么嫁给我一个酒鬼和赌鬼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你吗？因为你根本就是个野种。杜国坤，你妈在嫁给我之前啊，就已经有了你这个孽种，肚子啊都已经5个月大了。如果不是我呀，根本就没有男人愿意要她。你不许污蔑我妈！污蔑？我犯得着污蔑她吗？你叫南希，你妈叫南秋雨，而不是姓杜。那是因为啊，根本就不是我的种。这不可能！你不是我亲生父亲的话，那我的亲生父亲是谁？鬼知道。如果你不想你妈死了以后呀被人处脊梁骨，那就把100万准备好，要不然啊，我就把你妈的风流事和你的身份全都给曝光。朋友都知道，妈是多么有着浪荡的女人，那么孝顺，也不知道自己妈妈怎么被人拖了很长马路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和爸爸一个姓，而我却和妈妈你一个姓呢？因为妈妈的姓氏比较少啊，而且爸爸也不在乎这种形式，所以跟妈妈姓了。西西不喜欢吗？不，西西很喜欢。我该怎么办？先生，你到底在哪？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喂，西西。陆建生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西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建生，你别走，建生。建生，我好害怕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好痛啊！方青莲，你是故意的。我没有。事到如今，你以为看不出你的小把戏吗？方青莲，适可而止。建生，我为了救你付出这么大代价，你难道连这点信任都不肯给我吗？车房，甚至下半生的生活，我都可以满足你，但是绝不会再给你让南希误会的机会。建生，建生，你别走，不是这样的。
对不起，剑神，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接你的电话。在你面前，我永远都是最卑微的那个，卑微到不敢质问你。为什么方青莲又在你身边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钱哪来？出去！马上给我出去！没有100万，今天休想我离开这里半步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没有钱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少给我装疯！别说你不是我生的，你就是我生的，我也不吃你这一套。快点拿钱来！滚！马上给我滚！滚出去！滚！杜国坤，你还是人吗？杜坤，100万到手没有？不要急嘛，马上就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那个有钱女婿的电话，只要你把他给绑了，他肯定拿钱来赎人。绑架勒索！反正办的话，我已经给你们想了，干不干随便你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就算把我器官全都卖了，我也没准这100万。可别骗我们啊！哎，你好，南希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可不是你的老婆啊！你是谁？南希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少废话！明天早上9点，准备好5000万来赎他的命，否则你老婆的命可就没了。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？喂，喂！南希出事了，查一下，究竟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31号病人割腕自杀了。青莲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剑神，剑神，你救救我！剑神！抱歉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丢下南希了。剑神，剑神，剑神，剑神！放开我！你们抓了我也没有用的，我跟陆剑神已经离婚了，我没有100万。少说废话，有没有100万？问问你老公不就知道了。喂，陆大少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们别动他，我马上就到。剑神，别过来，别管我！你们干嘛？别动他！南希别怕，我马上就到。剑神，陆少，300万，1分都不许少，否则你就给他收尸吧。剑神，哟，来的挺快。钱我带来了，放了南希。放人！要让我放人也不是不行，你跪下来，给哥几个磕3个响头。想让我放人也不是不行，你跪下来，哥几个磕3个响头，我就放了他。你们这些王八蛋，不要欺人太甚！疯娘们，你找别动，我跪。真的跪了，你看看像不像一条狗？堂堂陆家总裁，向我们下面磕头。这给
给我们陆大少长点教训。臭娘们儿，你找死！大哥，该不会闹出人命来了吧？我们只要钱的。走。我说过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剑神，剑神！南希，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傻瓜，不关你的事，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你。行了，自己捡回这条命，也要考虑别人的命吧。快别晒狗粮，我都快酸死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行，那我接受你们的道谢了。不过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们，那伙绑匪已经被抓住了，驾驶渡过奔跑，你们自己最好小心点。话我已经带到了，就不打扰了。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会在我身边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喜欢的人是你，那你接吧，我相信你。那你接吧，我相信你。剑神，你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我现在爱的人是南希，绝对不会背叛她，也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情。可是没有你，我会死的。生命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权衡。喂，剑神。南希，南希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剑神还是我的。都怪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男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谢谢，我打算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大晚上的去哪儿啊？你的身体还没好呢。就得今晚上去，白天就没感觉了。南希，嫁给我好不好？以前是我不懂得珍惜，但自从爱上你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我心里的独一无二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剑神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我决定好好做手术，和你成为最普通的朋友。所以，你能不能来接我出国？剑神，谢谢你。不用，不管如何，你的腿还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。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。是的。那你可不可以陪我最后一段时间，直到手术结束？剑神，我们从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，10年的时间。就算你已经喜欢上南希了，但是你真的要不顾我们之间10年的情分吗？我答应你，手术之后再无瓜葛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南希，别胡思乱想，这并不能代表什么，可能只是不小心。怎么了，南希？没事儿，水已经放好了，您去洗澡吧。那我出去一下，晚点才回来陪你。
陆剑深，你骗我，你又骗我！手术时间定在明天下午3点半。剑深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一直为我忙前忙后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等我的腿好了以后，我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散散心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和南希。南希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你说的再无瓜葛。南希，你听我解释，因为青莲救过我，所以我才来。他救过你，你就3番5次的跟他见面，既然你放不下他，又何必纠缠我？陆剑深，我对你太失望，分手吧，我受够了。不，我不答应。南希，陆先生、方小姐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们马上要进行术前检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陆剑深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跟我走，还是留下来陪他？算了，反正在你心里，我从来不是第一选择。你还是不肯见他？我已经给他给了太多次机会，心大概已经死了。10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能放得下吗？那是我的10年，在他眼里，他有的只是和方青年的10年。梦初，我真的太天真了。原来不管怎么努力，始终抵不过方青年在他心中的位置。南希啊，你真的不去见他一眼吗？我有点下定决心了。可是陆剑深好像已经晕过去了。陆剑深，陆剑深，你醒醒！南希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陆剑深，你到底还要骗我多少次？我绝不会再放开你了，南希，我只要你。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呢？你每一次都选择了他。我没有，我亏欠了他。等他腿好了，我就会送他走的。我相信过你太多次，但你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。承认吧，陆剑深，你根本忘不了他。不是的，南希，我爱你，我会和你结婚，和你生2个可爱的孩子。孩子？你还有脸提孩子？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。南希，让我用下半辈子弥补你好不好？可是我不需要，陆剑深，我不需要你的弥补，你听不懂吗？陆剑深，众生出狱，在家人他之前受过很严重的内伤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担心陆总英早逝啊。承认吧，你根本放不下他，我就先走了。陆剑深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嫁给我，做我的老婆，还有南希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但是我还没答应。你不答应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陆剑深，这一次真的到此为止了。南希。
南希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剑师，对不起。既然你不要我了，我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林助理，现在就给我办理出院。陆剑师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身体有多糟糕？你在关心我？哎，陆总，陆总，你没事吧，陆总？滚开！可是你的手在流血。陆剑师，你幼不幼稚？都多大点人了，还用这一套来威胁我？但这一套对你管用不是吗？不要再离开我了。放开我！对不起，夫人，陆总吩咐过，您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。他人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他是说不让我离开，不代表我不能见他。他在哪儿？在后花园。剑深，听说你生病了，手术的事儿，要不再往后延2天吧？不用了，你尽快完成手术，然后离开这儿。你这是在赶我走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在赶你走。不仅如此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会派林助理来处理。剑深，我陪了你10年，你连最后的时间都不肯给我吗？没有10年，青莲，我想得很清楚，哪怕是一开始我对你也不是爱情，只是叛逆期，父母越是反对，我越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根本没有爱过你。你没爱过我，剑深，你连我们的过去都要否定吗？我只是说出真相而已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是爱我的，剑深。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我不应该为了你去伤南希的心。你走吧。南希，你一定很得意吧？但是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。南希姐，我要走了，想跟你道个别，好好道个歉。毕竟我们认识这么久，突然要走，还是挺舍不得的。南希，南希，你没事吧？南希，你醒醒，南希。剑深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剑深。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招惹南希。要是南希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南希，又是南希，他怎么没死在这儿？方青莲，你简直蛇蝎心肠，不值得我半点愧疚。滚！给我滚！陆剑深，我恨你一辈子！醒了，饿了吧？快吃点东西。什么时候放我走？等你身体养好再走不行吗？我说过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放开我，陆剑深！我要跟你分手，你听到了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吃完饭我们就分手。你答应了。就算我答应你分手了，我还是可以重新追求你。南希，这次换我来爱你，好不好？陆总，夫人那边打电话来说，老爷子忌日快到了，让你和少夫人无论如何一起回去。离婚的事，你还没告诉妈。看来我们还要假装一阵子夫妻了。你来了。哎，剑深，你来了。
王叔、刘叔，别躲着。你不想我妈发现我们已经离婚了吗？放心吧，一切都由我。哟，这不是嫂子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躲清闲啊？拽什么拽？青莲姐已经回来了，你着急了吧？南希，我劝你拿个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，看看你身上到底有哪一点配得上我哥。我配不配得上，用不着你来管。有这个闲工夫，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你少得意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把我哥还给青莲姐，不要闹得大家都难看。我是陆剑生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不像方青莲勾引有妇之夫，一心想做小三。闹大了，到底谁更难看？你想清楚再说。你住手！陆柔，你想干什么？哥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呀！都是这个贱人！闭嘴！敢侮辱我的妻子！可是这里到处都是监控。我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丝毫不介意拿出来让所有人主持公道。陆柔，你敢吗？我道歉。对不？不用了，我福薄，担不起。不过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张脸了，可以吗？林助理，把他扔出去。是。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要是在今天这个日子把我赶出去，你教我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面混呀？我道歉，南希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吧。算了，也没多大的事。哎，哥，今天都是我的不对，这一杯算我跟你赔不是。行了，你找个机会把这包药给剑生喝了。青莲姐，这我可不敢，万一要是出了事儿，你怕什么？只要我怀了剑生的孩子，南希拿什么和我争陆夫人的位置？可是你是剑生的堂妹，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。再说了，只要我当了少夫人，就能管理陆家的公司，到时候你想要多少分红都可以。喂，青莲姐，我搞定了，你出来吧。南希，你在哪儿？剑生，剑生，你人呢？我知道你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所以特意来看看你。剑生。喂，陆柔，怎么样，青莲姐，成了吗？什么怎么样？我问你，陆剑生人呢？不是回房间了吗？他根本不在房间里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他进去的。他该不会半路去了其他房间吧？那个药发作起来很快的，你赶紧给我找到他，我们努力全白费了。门怎么锁了？我为了不让别人打扰你，在外面给你把房门反锁了。你个蠢货，快点给我开门！钥匙在我哥那儿。陆柔，南希，
我好像发烧了。发烧了就去找医生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陆剑深，不要在我这里耍无赖，滚出去！哎，南希，我好像不太对劲，有人给我下药了。我送你去医院。陆剑深，我们这样纠缠不清，到底算什么呢？你偷偷摸我，我没有，你放开我。再躺会儿。昨天晚上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南希，我好高兴。昨天晚上你明明可以推开我，但是你没有。那你呢？你明明可以去找别的女人。我说过，除了你，我不会找任何人。那方青莲呢？我从来没有碰过她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我确确实实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。南希，我只想要你。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陆柔给我那杯酒有问题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儿子辛苦工作，养着你们这些烂亲戚全家，你们倒好，在我们家给我儿子下药。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是方青莲，是他威胁我给剑生哥下的药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人呢？他还被关在卧室里。什么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当时商量好了，只要你一进卧室，他就跟着进去，然后我在卧室门口把门反锁着，等到第二天早上，让嫂子和陆家所有人都看见你和他躺在一张床上。他还找了媒体和记者，把他给我拖出来！剑生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方青莲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是陆柔，他特意邀请我参加爷爷的忌日，我没想到他竟然打的是这种主意。要是我早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，我肯定也不会同意的。你这个贱人，这明明都是你的主意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！你放开我！剑生，我真的没有，都是你！我既然已经决定成全你和南希，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？无聊，我先下去了。我陪你。你就不留下来做个裁判，给他们分出个胜负来？没兴趣。等他们打够了，把人给我扔出去。是。剑生，你救救我！我可是救过你的命啊！哎呀，陆柔，你这个疯婆子，放开我！气死我！怎么，不打算维护他了？南希，你才是我最想维护的人。很抱歉，我没有早一点发现自己的错。让开，南希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我们谈谈；二，以后凡是你这个师傅的专家号，我都挂最后一个号，顺便打拨投诉热线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还有，以后不要这么无耻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陆剑深的。怎么，要我恭喜你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有天晚上你给剑深打电话的时候，应该听见我的声音了。孩子呢，就是那天有的。方青莲，我不管你今天来是存的什么心思，是想算计我也好，还是想挑拨我剑深也好，我都会回答你，也不可能达成。怎么，你不信？
不信你看，这个就是健身给我的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还真看得起自己啊！万一是施舍，你竟敢说是施舍！你当时腿瘸了，方家的人早就放弃了你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健身同情你的遭遇，想让你留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傍身。如果我是你，还不如赶紧把它卖了，好歹还能换点钱。我劝你收敛点，这里都是监控，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让着你，是因为健身觉得对不起你，但现在，你以为还能骑在我头上？南希，我不会让你和陆健身双宿双飞的。就算我死，也要拖着你一起下地狱。方青莲，方青莲！孩子算是保住了，他的家属呢？健身，她说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要是早知道，我就不会理她，我一定离她远远的。那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从来就没有碰过他，请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是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痛快的。陆健生呢？让他来见我。他是不会来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孩子保住了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。还有，以后别来我工作的地方。你给我站住！南希，我怀孕了，怀了陆健生的孩子，你没听见吗？是吗？你确定那是健身的孩子？当然，我难道还不清楚谁是孩子的爸爸吗？这可不好说。你什么意思？健身说了，他从来没有碰过你，以前没有，以后更不会有。他说没有就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陆健生昏迷不醒，是我给他下了药，他根本就不记得了，所以我肚子里的种就是他陆健生的。方青莲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现在胎儿也可以做 DNA 的。南希，你在羞辱我！你，我让你查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查好了，我让人发到你邮箱。你再安排10几个身手好点的人来。方青莲，我警告你，别得寸进尺。你不关心我的死活，难道你不关心自己儿子的死活了吗？什么？儿子？方青莲，给我说清楚，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怀孕了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加派人手过来保护你。老子警告你，一定要把我儿子给保护好了。他要是有一点事儿，唯你是问。放心，只要你按照我的吩咐办事儿，我会保证让你儿子平安落地的。算你还有点用。那个孩子真的是健身的吗？可是我已经很难再有宝宝了。不，我一定要相信健身。是你，季院长。原来你竟然是夜白医院的医生，我上次见过你，印象特别深刻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多大了？有没有男朋友？你看我儿子怎么样？妈，他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好啊，正好你不也没结婚吗？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男医生有点事情。妈不急呢，不急了，回去了啊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啊。
我妈她就这样，你别介意啊。上次的事情，对不起啊，我一时冲动。季院长说的什么事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好，不记得就好。阿姨，刚刚给您打电话的人就是我，方小姐是吧？是我。我知道您对南希很感兴趣，而且一直想让她做您儿媳妇。如果说我有办法呢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如果再不抓紧时间，南希很快就会和陆剑深复合，您也不想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相信你一次。南希，晚上9点，我在公园等你。好，那我等你。南医生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阿姨，你都来过好多次了，你的肠胃根本没问题，身体也很健康。可是我就是觉得这肚子不舒服，可能是我医术不太行吧。要不我给你介绍别的医生？不，我就要你给我看。季院长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再说了，我又没有打扰到南医生。这不是快要下班了吗？正好你顺路送送南医生回家。走吧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看我这架势，7年肯定有3人下班，他肯定已经缠着你不放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送我去公园就好了。好，上车吧。好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剑深，剑深还在等我。谢白，怎么是你？南希，没事吧？谢白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，谢白！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放开我！陆剑深，救我！啊！不要！剑深，陆剑深，你到底在哪？连你也不要我吗？剑深，傻子，哭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我以为你走了。我说过，无论多晚，我都等你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小心擦伤了。跟我回家。
来。我去见小姐。西西，我先给你上药。好。过来，医生。其实，你说重新追求我的事，我不是说要好好考虑一下吗？怎么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了？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你说什么？都说破镜重圆很难，就算再和好了，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争论、吵架，然后分开。与其两个人最后遍体鳞伤，不如早点割舍。所以对不起，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南希，你再说一遍。千深，对不起。你抬头看着我，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不要听见这3个字。告诉我原因。我们不合适。借口。南希，我要听你的真心话。不，千深，你非要问到底不可吗？没错，你明明心里有我不接受这种无厘头的理由。这就是原因。是谁？是谁这么伤害你？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有谁伤害我，是我自愿的。你说谎，南希，你根本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告诉我，到底是哪个混蛋？陆剑深，我求你别问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就当我是个水仙窝的女人吧。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包括你自己。所以，不要说那样的话好吗？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被人绑架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我求你不要再问了。出去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，我不勉强你，你好好休息。剑深，我已经脏了，这样的我已经不配被你爱了。南希，南希，南希，神经病啊！你走路不看路的呀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你现在让我怎么穿？多少钱？我赔你。你赔得起吗？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土鳖，今天没有10万块，你别想走。10万块？对，10万块。怎么赔不起吗？那就拿这个来赔吧。放手！这位小姐，你是要赔偿还是要抢劫啊？关你屁事！这里是1000块，你这身衣服顶多也就200-300块，总可以了吧？什么200？我这衣服至少5000。不要是吧？行，警察局。神经病！你这是刚从山坑里爬出来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陆先生呢？他欺负你了，这个王
王八蛋，他说过会好好对你的，找他去。不怪他，都怪我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别过来！南希，我不想见你了，也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放了我吧！南希，我知道你需要时间，我愿意给你，但是今天是最后期限。不需要了。陆剑生，该说的你都说了。我说过，我会等你，好好照顾他。你们在搞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谢楠，你能送我去医院吗？走吧。南希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。滚，滚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。南希，你要辞职，这么突然？突然吗？叶北，枉我觉得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人面兽心。那天晚上，你明明认出我来了，你明明还有意识。我要报警，我要让警察抓你。够了，南希，你难道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做吗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亏你还是个医生，这都没发现。当晚我被人灌了药，就立刻进行了催吐。药效虽然还有残留，但你自己撞墙撞晕了，你还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而且你自己应该感觉得到吧？那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……拜托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洁癖吗？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季院长。辞职信拿回去吧。如果你非要报警，我希望你可以查一下绑架我们两个那伙人。季院长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帮我欠你的，你说。我想拜托你，帮我跟我男朋友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好，谢谢。南希，南希，你在哪里？我要找你好不好？剑生，你来医院一趟吧，我把真相告诉你。西西，西西，我后悔了，我一天时间不想给你，我是想再跟你在一起，不要离开我。剑生，我想告诉你真相。你不要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永远都是我的西西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季院长就是昨天跟我一起被绑架的人。陆剑深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他就是你所谓的那个男朋友。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啊！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永远别回来？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、咄咄逼人的样子。我警告你，离南希远一点。记得对他好。